还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最近我买了一台二手的 Pixel 7手机，我发现手机中有一个设置是 Google VPN。经过我的一段查询中，我发现这个 VPN 是免费的，毕竟是提供安全服务的技术。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在中国大陆地区是无法使用的。那么如何突破重重限制，顺利开启 Google 自家的旗舰福利 VPN？ 如果你是一位对隐私安全有极高要求的 Pixel 忠实用户，那么这个教程你一定不要错过。那我们介绍一下，作为一家美国公司， Google 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大量的服务器资源，而其中大部分都是用于自家服务的。因此，如果你能使用这些服务器，就可以极大地提升日常使用的体验。以国内为例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很多国外的服务都无法正常访问，而 Google 家就有专门为此设计的 Google Proxy Server， 只要连接上它，就能轻松绕过层层限制，畅享原汁原味的海外内容。不过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想要直接连接到这个服务器，在国内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只能望洋兴叹。对于 Google 来说， Pixel 系列才是他们真正的亲儿子，也是他们各项新功能优先测试的对象。而为了不让国内的粉丝失望，他们甚至还将部分功能深度集成到了系统底层。比如，当你打开设置你的网络与互联网选项，在 Wi-Fi 下拉列表中，会有一个名为高级网络设置的选项，点击进入后，就能看到全新的虚拟专用网 VPN 功能。此时，只需要选择自定义，并按照教程提示进行操作，就能成功激活这一隐藏功能。当然了，由于种种原因，这一功能在国内同样受到了限制，并不能直接连接到 Google 的服务器。不过，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其当做一个普通的科学上网工具来使用。只要你找到合适的前置代理配置，就能借助 Pixel 强大的设备开放性，轻松实现国内也能用上 Google 自家旗舰福利的目标。如果你也想尝试一下，或者你想知道如何去使用，可以看我以下教程，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哦。那我们的前期准备是：第一是 Google Pixel 7以上的 Google 手机，因为谷歌在 Pixel 7以上的手机都内置了 Google VPN 的服务，之前是在 Google One 里有的服务，但是现在下架了。第二是前置代理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国内翻墙的节点，它是能够确保你需要哪个地区的 Google VPN， 比如我的前置代理在网络 IP 中检测为美国洛杉矶，那么开启谷歌 VPN 之后，我的地址就会变成美国洛杉矶，但是服务运营商是谷歌责任有限公司。第三是谷歌账号，在隐私条款或政策里，可以看到自己的 Google 账号的地址。Google 也明确表明，在所列出的地址是可以使用 VPN 的，以及你有出门旅游的需求所处于的地址是能够开启的，但其他地区是不能开启的。好的，前期工作准备完成之后，我们来正式开始今天的视频吧。OK， 现在是2026年的5月4日下午15点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我最近买了一台 Google 的手机，我发现里头有一个这个东西，这个，因为我可能是在国内不方便使用 Google 的一些东西，不过这个东西呢，可以给我使用 Google 的一些软件比较方便。比方说现在它是使用不了的一个情况，它是加载不出来的。但是因为在中国大陆地区呢，是不开放这一个如图现在能够看到是无法使用此功能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代理工具。如果说大家是下载不下来这一个软件的情况下，如果下载不下来这一个软件情况下，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借助共享代理的方式，打开这个，选择有一个代理，选择这里有一个共享代理，这里有一个共享代理，可以看一下，这里的有一个共享代理。点开共享代理之后，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端口，我们能够看到端口和这个IP， 我们把端口和 IP 输入到这个 WiFi 里头去。把代理选择手动，选择输入它的端口时，然后我们再使用
就是它的 IP， 然后输入端口。好，这样输入进去之后，它的整个IP 那就是我们现在代理的 IP。我们代理的 IP 呢是将代理地址输入完之后，我们选择一个代理进行启动。好，启动之后，我们来查看一下它的地址。这里我们能看到的地址是美国地区。好，能够看到这里的地区是美国地区，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去看到自己的地区。好，现在我们能够通过刚刚的代理模式，能够进入网站查询到我们的此代理的地址，然后选择这个。如果现在不能用的情况下，可以通过重启或者是选择这个，选择 VPN。我们来把它清理一下内存，清理掉之后，我们再来启动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了。这样它就可以进行连接。在等它连接过的过程中，我们点击旁边的这个齿轮按钮，选择始终允许打开，把它打开之后，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关闭或者是暂停或者是关闭此类 App 关机的，它是不会自动关闭这一项功能的，它是始终是打开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选择一个网络，可以使用这个软件，这个网址进行查阅，看到显示是谷歌有限公司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代理就成功了。这样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去使用一些软件，比方说Google Play 或者是 Gemini 等软件。因为在中国大陆地区呢，它是屏蔽了一些软件，所以呢，我们得通过一些细小的方法去尝试去把它开启。好，今天来告诉你为什么你一定要开启这个 Google 公司的 VPN 大厂，点个赞收藏起来，以免找不到。大厂出品，纯净无广告。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，对那些有广告的 App 深恶痛绝啊？有了这个谷歌 VPS 就完全不用担心了，直接帮你屏蔽掉所有第三方 App 的广告，让你畅快的使用各种 App。免费，没错，就是免费。虽然说下载安装是不需要流量的，但是想要连接谷歌 VPN 需要先选择一个节点，这个过程会消耗一点流量，但是一般不超过10兆。只要你选好了节点，以后在国内就可以直接连接了，不用再切换节点了。而且它不会按照你实际使用的流量收费，而是按月计费，每个月只需要1块钱。因为它需要前置代理，所以你得有能够使用访问国际互联网的方法，这个是你要准备的。但是连接上之后，在没有手动关闭 Google VPN 的情况下，但是不会断连的。不限量。说到这肯定有人就要说了，1块钱也就只能用1天吧。哈哈，你想多了，我用了1个月还没充过1次钱呢。是，超级快，有管 4K 视频都能卡成幻灯片，现在终于可以流畅播放了。超稳定，只要配置好之后，重启一下手机或者 WiFi 或者是移动流量，开关打开，你就已经连上了，直接就是直连状态，不会掉线。能改国家和地区，像一些国外的游戏或者是 App， 可以用这个来改成其他国家和地区，
解锁更多好玩的 App 和游戏。其实啊，谷歌 VPN 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，只不过我们国内用的人少而已。所以呢，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用。其实呢，用过一次之后，你就再也回不去了，因为它实在是太好用了。今天的视频我们到此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